從沒見過這麼炸裂的木屋建造。男人為了讓妻子擁有一個溫馨的家，不惜砍下上百棵百年雲杉樹，花費2年半時間建造豪華木屋，一躍成為全村最靓的仔。男人叫帕特，為了打造出夢想中的木屋豪宅，為此籌備了整整1坤年。期間，他不斷拜訪木屋建造者尼克一同學習，甚至還一同建造了一間小木屋用來練手。感覺時機成熟之後，帕特才開始砍伐樹齡上百年的雲杉。儘管有好基友的幫忙，但砍伐雲杉的過程依然非常的辛苦。他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雖然疲憊，但很高興，因為即將實現他人生最大的願望。一家人住在木屋裡，擁抱純淨的大自然。最適合砍伐雲杉是在冬季，但這也意味着他們必須要在大自然蘇醒之前将樹皮剥掉，否則木蟲將會把木材破壞，而剥皮的工作必須手動完成。這也是建造中最耗时且困難的工作。為了搬運這些巨大的原木，帕特只能租來一台起重機。雨雪讓鄉村的道路變得泥濘不堪，他們花了一整天時間才把起重機安裝好。有了起重机的輔助，建造木屋牆壁的工作变得輕鬆許多。他們根據圖紙挑選出適合的木材，而在對木材開始加工之前，必須要先將土地給挖平整。正所謂地基不牢，地動山搖。有了2年半學習經驗的帕特也深知此屁有理，通過水平尺和紅外線對地基找平後，開始對木材動手。首先將原木对半锯開，平的一面朝下作為第一層的基礎，接着在2頭鋸出馬鞍凹口，然後再在往上架設的原木相應位置上鋸出凹槽。而細節控如帕特還必須用電報機將切口修理得如絲般順滑，以確保2根原木相交處嚴絲合縫。第一層牆體的搭建相對簡單，在往上繼續搭建時，不僅原木2頭要鋸出相應的凹口，原木中間也需要鋸出一條凹槽，才能保證牆體不會跑偏。儘管室外零下10幾度，但是他們有2兩小酒暖身，從黎明到黃昏都能聽到油锯的聲音。由於搭建所用的木材每一根都相當的粗，在搭建到第3層時已經有人頭高，往上的搭建就更加的困难。他們需要不斷重複的將木材吊到合適的位置，然後用圓規測量畫出需要裁切的標記線，再將原木降下來切割和打磨。如此反复的校正，才能確保每一根原木能牢牢地待在屬於自己的位置，不會離家出走。隨着牆體搭建到適合的高度，終於可以開始安裝2樓的橫梁。最終經過半年的努力，帕特木屋的牆體預裝終於完成。對，你沒聽錯，只是預裝。接下來帕特將要開始打造混凝土地基和木屋的正式安裝工作。